今年有一段时间我状态非常不好，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读任何书，也没有摄取什么长内容，一直在短视频和帖子里面来回穿梭。那段时间我总觉得自己非常烦躁，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在 B 站上刷到了一条长视频，这个视频的名字叫做今年我第一次很难选出年度10佳电影2025年度影视观察，它一共40多分钟。看完之后我才发现我已经专注了40多分钟，我觉得我的内心非常平静，非常想看电影，非常想创作，对这个世界也重新充满了好奇。这个视频就是切片计划的视频，切片计划的切切就是我非常羡慕的那种创作者，他做自己想做的内容，而且做得非常扎实。今天的播客就是和切切的一次对谈，也是这个播客第一次请嘉宾，希望大家喜欢。大家好，这里是马尔克斯的朋友，我是圆圆。今天的播客呢，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讲，我找了一个嘉宾，这位嘉宾就是切片计划的切切。切切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切切，我有一个自己的影视频道叫切片计划。其实我去年的时候见过一次切切，当时有朋友介绍，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吃个饭之类的。我当时对切切的印象非常好，然后我们聊的过程中，我记得我们吃饭吃到那个店都要关了，但是我还是感觉只跟你聊了一会儿天儿，就感觉我们也没说什么，怎么就店就要关了，所以我总想着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跟你聊一聊。正好现在有一个跟你聊天的机会，所以我就邀请了切切。你最近生活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最近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去看了一个展览，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德国艺术家叫 Kiefer， 他在米兰的一个展，他的主题很有意思，就是历史上的那些女炼金术师。因为在科学发展的早期，其实这批女性可以算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和实验的科学家，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其实是没有记载在历史当中的，因为当时如果你掌握炼金术的话，可能会被妖魔化为女巫之类的。但是我当时一进去那个展览就觉得很震撼，因为 Kiefer 的作品都是那种巨型的画幅，所以有好几米高，你就会看到每一幅作品的顶部都会写上这个女性的名字，而且整个展览的空间，就宫殿里面它有很多的立柱都是女性雕像，其实不是很常见的，但是因为在2战的时候它被轰炸过，所以很多的女性雕像它都是残缺和损毁的。但是你把这些跟这个展览的主题连接在一起就很有意思。我当时有一个朋友，他的形容我特别喜欢，他说就像给历史上那些看不见的女性建了一座万神庙。所以这个是我最近看到这展览之后心里会涌起很多的想法和感动的一件事情。我经常跟朋友一起见面的时候，总会问他们最近生活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因为你一旦问这个问题，他接下来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他的视角，所以你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好切切呀，因为切切的视角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记得你的社交账号里面那个简介好像也就是说是用影像感受力与女性的眼睛打开世界的另外一种观看方式。我就很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拥有这样的一种视角的。我觉得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想问为什么的瞬间，比如说小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妈妈的妈妈要叫外婆，为什么要分里和外。再比如当时上学的时候会发现，好像我周围的很多女生都很优秀，但大家好像都普遍有点自卑和畏怯，不是那么自信。当时我大学的时候，好像是我第一次对女性主义这个东西有一些想法，是我当时的一个老师，他是我大学的文学课的老师，就跟我们讲《红楼梦》。当时那节课是《红楼梦》的美学赏析，但是他其实是从自由精神的这个角度去讲的。他就说他特别喜欢林黛玉，因为他觉得林黛玉是《红楼梦》里面为数不多具备自由精神的一个人。所以我当时完全颠覆了我对林黛玉这个人，还有我对《红楼梦》这本书的视角。我就觉得哇，原来你可以用一个女性她对自由这种东西是极度渴望的这种视角去重新进入一个之前的文学。那个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女性的眼睛去看一些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说故事被讲完了，而是同一种视角的故事它可能被讲述的太多了，有可能你换一种视角它就会变得不一样。我是前几天看一个演讲，
匡扶摇，我不知道你知道他吗？是很久没有更新的一个漫画家。他就说，你去看那些好的电影和坏的电影，他们的梗概，你会发现他们的梗概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视角，用什么样的细节把它堆叠出来，它才能成为一个好电影。我很同意，而且我之前听你播客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其实我们之间有一些很相似的东西，但是它可能经由你的视角讲出来，就会变得不太一样。所以我也很好奇，说你最近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让你觉得很有意思？我发现我很容易关注一些很无聊的小事。最近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总觉得藤这个字它应该是甜的黄色的，就是有点像是蜂蜜状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有这样的奇怪的联想，我就觉得难道是我很自虐吗？我喜欢那种虐恋吗？最近我和我妈妈一块生活嘛，然后我妈在讲她自己的故事，我在跟我妈交流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我妈在说一个人很爱你的时候，她不是说我很爱你，她是说这个人他很疼你，你爸爸很疼你，你姥姥很疼你。我才知道原来我人生中第一次接受疼这个字的时候，它是和爱连在一起的，它是疼爱。但是长大之后，我们疼就经常和痛联系在一起。可能是我从小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的大脑已经植入了疼，是一种这样很甜蜜的情感。我觉得很神奇，如果把你眼中的世界变成一个电影的话，其实每个人他的纪录片都是不一样的。对，看你怎么裁切，你把它赋予什么样的意义。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创作者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漫长。其实现在说来，我写影评已经10年了嘛，然后我做切片计划这个账号有5年了，但是我觉得直到现在，我在键盘上打下创作者这3个字的时候，心里还是会顿一顿。就是你会觉得你想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真的够资格这么称呼自己吗？你问我说我从什么时候称自己为创作者，我感觉我好像会经历几个变化。就是我一开始想到的可能是我之前做了某期视频，然后呢这期视频收到很多朋友的私信，我会觉得哇，原来我的视角是可以影响别人的，我的这个东西是在别人心里面泛起了一点点涟漪的，所以我应该是个创作者。但是这几天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说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是通过他人的确认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个创作者嘛。所以我就去翻了一下我的微博，我就看到了24年的时候我做了一期贾玲的专题。我当时在那个视频里面写了一句话，是贾玲曾经说自己并没有才华，但是她不知道这种把外壳掀开，将自己的真心全部掏出的创作是一种多了不起的才华。然后我就想起了他当时跟鲁豫的那个对谈，他说的那句对我触动很大的话，他说我终于开始正视自己的才华。我就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我在做这些人物专题，然后细写每一个人的人生的那个过程中，我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看到我自己。包括我之前做张曼玉的那个专题，他有一句对我影响很深的话，他说他每次经历挫折，然后觉得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想成一个 lesson， 想成一堂课。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现在就是要去上这节课，然后这节课过去了之后，好，你又要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难题，你又要进入下一个 lesson。 所以每次我这几年在欧洲经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很困顿的时候，我就总是会想起他那句话，我就会想说好，那我现在要来上这个 lesson 了，他就会给我很多很多的力量。所以我会发现说，原来我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他们身上的这些特质，能从我的视角里面看到这些东西，是因为我内心里面其实也埋着这样一颗种子。所以你在做这些人物专题和在剖析这些电影的时候，其实是让这颗种子在你的心里生根发芽，跟这些人产生连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会有很多次的意识到，既然我可以看见他人，那么为什么我不敢承认自己内心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如果说你一直在夸赞他人，但是你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话，这是不是有点太可惜，或者说你对自己不够那么诚实？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是在我想通这一点的时候，在那个过程中，它其实不是骤然的或者一个时刻的顿悟，就是在这样一点点慢慢积累的看见的过程中，
你会真的有勇气对自己说你就是个创作者，因为你可以看见他人，你也可以看见自己。对，确实是我们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关于创作者的一个画像，就是我们看太多了，我们觉得他们要么在荧幕上面，要么自己是全的非常强有力的精神注入到里面。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妈跟我说她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在哪个电视上？她说我在快手和抖音上。我才意识到，就是对于观众来说其实是没有区别的，我是在一个大的多少寸的一个电视上看到，和我在一个小屏幕上看到，它都是遥远的内容。但是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也是很难接受自己是一个创作者。我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创作者，我很害怕别人问你的作品呢，然后我就会一下语塞，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虽然我当时也写了很多，但那是评论性质的文章，那是写别人的文章，或者是那是替别人附媚的文章，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它里面有我真正的灵魂吗？就是我对此非常非常的怀疑。后来因为不停的遇见一些朋友嘛，有一次我遇见了一个演员朋友，跟他一起吃饭，我觉得对我来说他绝对是个创作者。然后我就问他，你在演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作品属于你吗？他说完全没有。他说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容器，里面装载的是别人要表达的内容，他觉得自己是导演意志的承载体。我就想，如此接近创作的人，他也觉得自己不是创作，那到底谁在觉得自己是创作呢？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算了，就这样吧，不管我自己在做什么，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创作者。创作最重要的是突然兴起的那一刻。后来到了什么程度呢？到后来我觉得我自己上街，我今天就走这个路线，不走那个路线，我都觉得是我的自己一种创造。就是你走在路上，你发现了一条新的小路，然后你去开辟一条新的路径，这个也是创作。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日常中有好多这样子的时刻，就比方说我应该是从去年的时候我开始尝试自己独居，我身边的有好几个朋友他也是在去年尝试独居，所以我就发现怎么打理和装饰自己的房间这件事情就很像是一次自我的创作。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跟我的一个好朋友阿飞聊天，他也是第一次尝试在上海独居嘛，我就记得我当时问他说你今年的规划是什么呀？他跟我说了一个愿望，不是什么工作，也不是那种长期的规划，他就说我今年特别想把我自己的小家打理得很舒服，可以变成我一个人生活在里面也可以觉得很自在的空间。然后前几天这一年过去了嘛，他就问我说他今年觉得最满意的事情是什么，他也给出了他的回答。然后他的第一条回答就是他觉得自己今年安置和打理了自己的小家，然后在那扇窗前他看见了窗外那棵树一年四季的变化。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个怎么不算是一种创作呢？就是你装饰自己的房间这件事情，不是很像是你把自己的房间当成一块画布，你可以自己挑选这个花瓶摆在哪里，然后那束光照到哪里，这个就是一种作画和创造的过程。是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创作欲。有一阵子我意识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在刷小红书的时候，里面不是有很多猫猫嘛，那些猫猫头像都一样，然后名字也一样。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一只猫猫跟别人不一样，它画了眼线。从那之后我就发现很多猫猫都不一样，有的是戴了戒指，戴了珠宝，拿着一个蟑螂，或者戴着眼镜。我当时就很感慨，我就说原来猫猫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他想隐匿在互联网上的一个匿名性质的账号，他也希望自己有一点不一样。起初我以为它是一种想要被看见的欲望，我当时对此的解释是想要被看见，但是我又想既然是猫猫，它应该不那么想被看见。我后来想，可能我用被看见解释这件事有点太狭隘了，人家其实只是想创作，只是想我虽然是个猫猫，但是我可以画眼线，可以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点。眼镜某某，长鼻子某某，然后还有那种什么艺术某某，他可能会在自己的头像上面顶一个什么小花帽之类的。哎，是的，经常让我想起来高中的时候我们都穿校服嘛，
当时大家就会在自己的校服上画一些东西，就好像说虽然大家都是一样的校服，但是我就是要添加一点点的创作。真的是诶，你让我回想起来，我当时也会希望把自己的校服要么宽大一点，或者说裤脚缩小一点点。当时不是有那种潮流吗？即使是很微小的改动，但是你也希望自己其实不是那么完全泯然于众人矣的。但是倒不是说你一定会被看见或者怎么样，但你就是希望你不要是一个原材料，拿了穿上之后你就一直是这样子，你总会希望在上面动点手脚，让它这个东西变得更像你一点，对吧？对，就感觉你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小小的改动了一下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改得很微小。我们这期聊创作嘛，你有没有一些创作你印象非常深刻，就觉得这个创作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我感觉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当时第一次做一期很完整的 vlog 的视频，叫做在欧洲流浪3个月之后，我忽然间看懂了所有的电影。因为做这期视频之前，我其实算处在我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期，那个阶段可能很多观众看来其实是你大量的发作品，像是一个频道的上升期，你发很多作品被很多人看见，他的反馈也都很不错啊，为什么你会觉得那个是你不好的一个状态？但那段时间我其实经常觉得自己像一个枯竭的，但是你还要把它的水龙头不断拧开的那种水阀。我明明是一个影视博主，但是那段时间我会觉得自己不那么喜欢看电影了，因为你会觉得自己的每天生活都像是在重复的找选题、写稿、剪辑，而每个环节它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所以往往是你做了一期很重的视频之后还没有复原，你就马上要投入到下一个阶段去再做一期视频，所以这样周而复始，我觉得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消耗，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上的。我那段时间就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失去了生活啊，而一个失去生活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感受电影的。因为我始终觉得感受电影，你其实是要自己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你才可以去看懂里面的很多东西和视角。因为本质上电影它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折射嘛，如果你没有生活的话，你是折射不出来任何东西的。所以加上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错综复杂的原因吧，所以我就决定说去到意大利，有点像是把自己连根拔起，然后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那里开始自己的生活。很神奇，其实是一开始我在那边经历了很多很困难的事情，比如说我12月的时候刚去到意大利嘛，1月1号那天晚上跨年0点的时候，就在烟花绽放的那个瞬间，我就不小心从那个 PT 宫门口的楼梯上面踩空了一节楼梯摔上去，然后整个脚踝就是完全崴到了是韧带撕裂的一种状态，就非常严重，当时马上就走不起路，隔天就肿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几乎有2个月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去行走的。你可以想象，就是在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你身体又受到了创伤，在精神上又有一种无所依傍的状态，其实是很难受的。这是我之前20几年的人生里面从来没有过的经历，我那段时间就过得很艰难。但是就在当时的3月，在一个下雨的雨天，我就进入一家民宿之后，认识了它的主人 Francesca。 我觉得有点像是我在意大利那段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回想起来，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像一个3幕式的故事，它一开始总是没有那么容易，是艰难的，然后在某个时刻你遇到一些人一些事情，它突然就点亮了你，你忽然发现你可以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你的生活，而且你的生活开始重新流动起来了。在那样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不是电影是电影，生活是生活。在经历那些事情之后，我就发现我突然有了很多想要表达的渴望，我想要记录下这一切，所以才会有了那期视频。在剪辑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电影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好像消失了。那段时间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切切，我觉得特别羡慕你的生活很像电影。但我在经历了这些还有思考了这些之后，我觉得不是我的生活很像电影，而是电影它本来就是生活。很多时候我们的
想法都是有些本末倒置的，会觉得你要先学电影技巧才可以再去创作电影嘛。但我觉得不是的，人是先感受、先经历、先活着，然后再是创作。对，以前我们老是说艺术来源于生活，然后又高于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只盯着那个超越性的部分。现在因为我们看了太多网络上的东西了，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别人的生活才叫生活，我的生活不是生活。哎，是的，我自己其实很喜欢看那种轻喜剧，然后我看那些轻喜剧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的生活好好，但是仔细想想，自己也是像他那样生活呀。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印象非常深的创作，那次就是之前和李诞做的一期播客，那一期我到现在都很喜欢，叫做看与被看。那次的录制很奇妙，因为是晚上，李诞突然心血来潮，他就说你现在要不要来复兴公园我们录一期。我现在在复兴公园，我就骑着我的共享单车从我们家就过去了。那一次我没有准备任何大纲，我也不知道自己要聊什么，然后我就翻我的选题库，我说不然我们聊看与被看吧。他就说好。当时其实他有一点醉的感觉，就是半醉，然后我们就坐在公园的凳子上聊，录制的机器也特别不专业，就夹在那个衣领上。但是我那期录制的感觉非常好，我没有感觉我在提问，我也没觉得我有什么节奏，我就觉得那场对话好像是自然而然流动的，我没有任何控制，感觉我整个人是放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问出了那些问题，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回答了那些问题。还有一些路人路过跟我们打招呼，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还有一些夜风，我就觉得很像回到了我们童年时期，和小伙伴在夏夜乘凉聊着天，也不知道在聊什么，但是非常放松。录完之后我就知道这期一定会非常好，但是我也觉得那不是单纯的灵光乍现，而是其实那些问题是我早就想问的，只不过一直没有一个时机让我问出来。正好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我们坐在那个凳子上，一切就慢慢袭来了。其实你跟李诞应该认识很多年了吧？当时我应该是2020年就认识他了，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没怎么准备，但是仔细想来那3-4年都在准备。你是一个在工作中会大量准备的人吗？我甚至有点过度准备，就是有点 over， 你知道吗？因为其实之前像有一些很好的采访机会是采访我喜欢的导演或者演员，但是面对一个新的机会的时候，听你刚刚说你跟李诞那段经历，我就在想说，你在那个瞬间会突然觉得因为没有准备就要去录制，会觉得有点小小的紧张或者害怕吗？因为我其实是会的，在面对这么多机会的时候，我脑子里闪过第一个念头就总是我觉得我不太行，我没有准备好，而且因为这些心态就会让我错失了很多的机会，总是会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的完美可以承接到那些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其实并不是那么完美，甚至可以说他准备的非常潦草的那个人，他就可以自信满满的上去把那个机会拿走，但是最后做的一塌糊涂。我就在想说，那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子呢？为什么我总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审视的机会，然后等待那个永远也不会来的完美的时刻？甚至我上去之后我失败了一塌糊涂，是不是也没关系呢？其实你在台上如果错了的话，其实是一个经验，你就是在这种经验当中，你才知道找准自己的那种对话的状态的。你刚才问我当时会觉得紧张吗？我不紧张，是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但是我很明白你的感觉，因为你要采访一些并不熟悉的人，因为你并不熟悉，你不知道你们会聊些什么。你对这个人虽然了解，但是你也只是一些资料上的了解，你对这个人怎么说话，他和人交往的这种感觉你完全没有觉知，所以你当然也会害怕。像我之前我也有一次采访的经历让我印象很深，就是当时要采访马格特罗比，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女演员，我之前做过好几期她的专辑，但是当时有那么一个机会，片方的人来问我，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退缩，我说我有点做不了，我的音乐还没有准备好，我很害怕我会出篓子，另外准备的给我的时间非常非常短，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片子怎么样，
我害怕这个片子不好的话，到时候我做了采访之后，大家会说，哎呀，怎么这个片子不好，你还要给他打个引号站台呀？我心里就是被所有的这些念头充斥着，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但我那天想了很久，我就在想说，我其实想要这个跟他对话的机会吗？我是很想要的，但为什么我会想拒绝？是因为第一反应我跳出来的那个思路是，如果它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作品，它发出来它的成色是不够的，那么我宁愿不去做这个事情。但我就有点被我这个念头吓到了，因为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结果论的东西，就你必须是要知道这个结果是 OK 的，你可以接受的，你放出来不会被大家认为你是很糟糕的，你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一直你抱着这种思路的话，它会扼杀非常多你成长的机会。对，因为我之前好像跟你聊过这件事情，就是你说你其实错失了很多采访你自己喜欢的导演的演员的机会。当时听了我就觉得好可惜，然后我当时就想喊切切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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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希望你以后每个机会都抓住。像这次其实你当时找我来录制这期播客，我心里其实有一点点忐忑的。如果你是2年前邀请我，我可能真的不敢跟你说我可以，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不要抱着一种很紧张的很忐忑的心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它会让我丧失我想表达的东西和我的一些创造力。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导演叫大卫林奇，他之前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对我印象也很深，他说恐惧会扼杀你的创造力。所以我现在这个阶段我真的很想尽量减少我觉得自己不够好过度准备的那种心态，就去做，做完了之后他会告诉你你能从这件事情里面获得什么的。你现在觉得自己有变轻盈了一点吗？我觉得有我觉得这几年之后我会尽量的放过自己，不让自己那么紧绷。但是我很感兴趣，你会准备吗？就是在做很多事情之前。我其实以前是不怎么准备的，就我感觉我以前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自信，因为我就觉得自己有一些小聪明小机灵我就记得我最夸张的一次就是第二天10点要发一篇长文章，然后我整个晚上都没有写，那是一个采访的文章，我整个晚上没有写，就睡去了，早上7点起来爬起来写了2个小时，写完了，然后发给了那个被采访人，那个人看完就觉得很喜欢，就这样过了。但是我自己心里面其实是非常自责的，我非常懊悔，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虽然大眼上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只有我知道采取了多少小聪明把里面真正的内容给糊弄过去，我知道我自己在糊弄。当时其实对自己非常生气。我的感受跟你反过来，我时常觉得我在摧残自己，就是那种过度准备的状态。可能你觉得自己准备的过度了，你自己觉得对自己的摧残，但是你其实心里面是很踏实的。我觉得我一直追求的是那种踏实的并不心虚的感觉。我来到长沙之后，我其实有在学古琴嘛，我发现准备和不准备真的差别很大。每次我没有练琴的时候，我上课虽然也弹出来了，但是我上课前1-2个小时我都整个人很烦躁。但是如果我7天我练得好好的，非常努力的练了，我去的时候就特别骄傲，我就想老师让我弹，就会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就会觉得准备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发现准备这个东西并不一定全是练习。学乐器有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是一直越练越好的，你可能就是练着练着，你感觉怎么练都很差，怎么练这一段就是弹得不好。后来我们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去睡一觉，因为睡觉的时候它也是帮你在手指记忆的，就是你的大脑会帮你把这些东西记住的。有时候我怎么练都练不好的时候，我就睡一觉，然后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我真的就能弹会了，而且弹得很顺。准备可能也不只是说我努力的练习，而是很多元的准备，休息也是准备，等待也是准备，观察也是准备，然后练习也是准备。我现在已经不太靠小聪明来支撑自己的创作了，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记得我好像跟你讲过，就是我在做这个播客第2期的时候，就是费兰特那一期，
我其实录了好几遍，第一遍的时候我准备非常不充分，录得一塌糊涂，录到中间我自己都没有信念感了。我当时非常自暴自弃，就觉得果然我就做不了好的内容，到气哭的状态。然后我就睡了一觉，睡觉的时候我其实梦到切切了。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就问你做一个视频要多久，你说大概1-2个星期。我就觉得我就用半天的时间做准备，然后录得很差，为什么还自暴自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梦到了你，然后就好像自己获得了一点点的力量。天哪，好感动！可能睡得也很好，早上起来我就站在床上，我就说我是一个屡败屡战，然后屡战屡败的女人。就开始重新写大纲，重新做功课，最后录的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但是我觉得总算是还可以。我当时听你费兰特的那一期，我是在罗马，我当时准备去递交签证的时候，然后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要走一个很远的路，大概30分钟去吃饭吧，然后就把你的那一期播客听完了。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是，你当时不是说你在写日记的时候思考过对自己是否完全诚实的这个问题吗？你知道吗？我在听的时候我会想说，哇，其实圆圆做这一期播客他可能要花10年的时间，就是那个准备它不一定是你在准备这期视频的文稿的时候做的准备，而是你所经历的一切，你的生命体验都是你的准备。就像你刚刚跟李诞录制啊，为什么能聊那么好，是因为你们已经认识了5年了，你们中间这些很多的谈话，包括你在上海这10年的经验，它可能都是你人生的体验和准备，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些东西什么时候会流淌出来，甚至它能不能变成一个作品。但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人生真的没有哪一刻是浪费的，对吧？对，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不靠谱的工作？就是那些看上去像是浪费的，但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工作。我能想起来，我那些跟我现在东西很不搭嘎的，其实都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因为我后来从研究生和大学期间，我就一直在做可能电影写作啊这方面相关的。但是我家是开塑料玩具厂的，因为我是潮汕人嘛，在我们那片区域很多人开玩具厂。他说是玩具厂啦，其实就是塑料加工厂，是非常小作坊式的。我小学的时候经常在家里当暑假工，就是我会去装那种袋子，就把那个玩具放进那个塑料袋里面，然后把它的塑封撕掉，然后你再把它包上去，一个好像是1分钱。我其实会记得那种夏天呢，甚至当时还没有空调呢，那种汗粘在后背脖子上，然后你的手要不断的去撕那个塑封条，把它包上，再把它扔到筐子里面那个过程。但是我也不觉得那东西是浪费的，因为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当时在厂里面我遇到了好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的人，我会跟他们聊天，聊他们老家。当时还有一个来我们厂里面打工的一个哥哥，你知道吗？有一点很好笑，当时是有一场台风，超级大的一个台风，就是当时还把我们厂里的那个屋顶掀翻了，然后水就是没过了我们的膝盖。当时其实肯定大家都是停工的，不用干活的。然后我们在那里往外舀水的那个时候，就看见那个哥哥，他把他的裤脚挽到膝盖上，然后匆匆的举着一个伞过来。我妈就很好奇的说：“你来干嘛？今天不用上班？”他说：“没事没事，小雨小雨。”我们当时觉得好好笑，就是台风大成那样，然后他提着他破烂的伞过来说：“没事，都是小雨小雨。”我当时觉得他好像一个周星驰电影里面的人物啊，然后我弟弟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雨，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小雨。你呢？你有什么很好玩的经历吗？当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学乐理，然后我乐理学的其实挺好的。我跟李诞熟悉起来，就是因为我刚进效果公司没多久，他就想找人学五线谱，然后他就找我学，所以我们熟识起来是我教他五线谱的。我大学学乐理的时候，我觉得乐理在我人生中派不上任何用处的时候，在我人生中以一种非常意外的形式跟别人连接了起来。哎，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说，我之前大概初中的时候，我其实去那种西餐厅还有咖啡馆打过工，我去当服务员，就是在当时那种暑假的时候嘛。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在客人走了之后，你不是要清理他们的包厢吗？我就记得当时我跟一个哥哥
拿着托盘去收东西的时候，那个包厢里面的人正在看《武林外传》。当时那哥哥就问我说，他说妹妹你喜欢看《武林外传》吗？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什么意义。那哥哥当时就笑了，我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当时跟我说，他说妹妹我觉得人生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有意义的。就到现在这个时候，我每次想起这句话，我还是会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人生第一次这么去思考问题，就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要有意义的。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留存着这个东西，或者你每天很无意义的干一些东西，它都是一种很好的体验。而且到我后来我去北京的时候嘛，我觉得北京就是一个意义感很重的城市啊，大家都在追求意义，都希望把这些东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有的时候意义反而是一个会让人觉得很痛苦的事情。但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当时包厢里的《武林外传》和那哥哥跟我说的那个人生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有意义的，然后我就会试图放过自己一点点。所以你说那个哥哥肯定现在都不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过什么了，他也不记得会影响到另一个小女孩对世界的看法是这样子的，但他当时就是很轻盈的随口说的那句话，就对我的人生我觉得有一点小的影响。哎，是的，我就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妙很妙的。我有一个好笑的经历，我大学的时候我还当过群众演员因为厦门当时我读大学的时候，很多剧组去那边拍戏，我们就去当群演。你知道剧组大部分时间其实是不在拍戏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吃饭，然后等待调试灯光，等待主演准备好。可能一天我就几秒的镜头，但是一拍要拍一整天。我那时候很年轻，就根本没有办法享受那样无聊的时光，就老想快进，把这样的时间赶紧加速。当时我们也不跟主演在一块儿，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无聊。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讲的就是张小斐作为演员在剧组等待拍戏的时刻。当时看了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原来不同的人他在等待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他好像并不觉得那个时间很无聊，非常能享受那个时刻。因为我当时没有事情做，但是对于他来说，他会在想我一会儿要演的那个角色他是怎么走路的，他是怎么观察事物的，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视角，他会在那个等待的过程中让那个角色在他的身上慢慢的长出来。然后我才知道怪不得人家不无聊。那个视频就是毛戈平品牌拍摄的一个 TVC， 我觉得其实拍得非常棒，因为整个片子它用的是惊蛰的概念。惊蛰这个节气就是惊蛰的时候天气会打雷，雷一响就万物生灵都跑出来了，春天的感觉。对，就好像蓬勃的春天就正式来了。所以经常会有一个谚语，就是说春雷响万物长。然后前面我们不是在讲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吗？不同的视角也会决定我们创作出什么样的东西。我以前就很喜欢看毛戈平化妆的视频，每次画完大家都说哇跟换头了一样，好漂亮好漂亮。但是在我看来那个人根本没有换头啊，那个人还是那个人啊，就是他自己并没有被消失。我就觉得这种创造美的方式并没有否定原来的存在，其实这个是非常难的。我记得我经常有时候参加活动不是会去化妆嘛，也有一些化妆师帮我化妆，画完之后是很漂亮了，鼻子被画高了，眼睛被画大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开心。我会觉得那不是我，那是另外一个面目模糊的美女。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会非常沮丧。我会想是不是我只有变成另外一个人我才可以是美的，就是你会对自己的一些东西产生怀疑，是不是我必须成为另外一个人我才拥有那些称得上美感的东西。毛戈平老师说的那些话就会极大的宽慰到我，因为他会说美本自在，就是我就是我，我不用为了某几个美丽的瞬间就把我过去前多少年的面容给改变。这个让我想到之前我有一个学美术的朋友，是我在意大利这边认识的。有一段时间他来我家里，每天早上会给我化妆。他给我化妆的时候，他会用腮红在我的脑门上，在额头上面点几个点。我说这个
不一般是得用修容那种黑黑的点在上面吗？为什么你是用腮红？他说因为你的皮肤是粉色的呀，所以这种腮红融入到你的皮肤里面，它不会变得突兀，但是会有一种修容的感觉。我当时就说啊，原来我的皮肤是粉红的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觉得说原来化妆它其实也是一个认识你自己的过程，而且好的化妆它可能是把你的这种原本的特征放大或者强化，而不是改变你自己。对，可能会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化妆了就是为了拍几张照片，我们在那个瞬间美就好了。就让我想到前几年不是流行一句话嘛，就是说人生就是活几个瞬间。第一次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非常动人的，就好像说那些很好的瞬间一定会被你记住，你只要尽情享受就好了。但是这几年我随着年龄的增加，如果你诚实一点，你就会知道人生并不是活几个瞬间。你很清楚人每时每刻都在活着，它就是你必须一秒一秒的把它度过。生活是连续的。对，你当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那个瞬间扩大出来，但是你只要在这个生活里，你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跳过任何东西。我就觉得现在更符合我自己的心理状态的，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年人的心境的是另外一句话，就叫做善意者通盘无妙手。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我就是感觉身体里面通了一个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善于下棋的人，他通盘是没有妙棋的，就是没有非常绝妙的一招。然后我就意识到有时候的胜利它并不是一种突发性的胜利，它是一种稳扎稳打的系统性的胜利。我就觉得有时候我去写作的时候，我去写了一句很漂亮的话，想把我那句漂亮的话安插进整个文章里，我就会非常绝望。你就会觉得那句话非常突兀，它和里面其他文字是融不到一块儿的。你要把每句话都写成金句的话，你就会觉得又很累，你会觉得好像重要的不是绝妙的那一句话，而是你如何把这些情感堆积起来变成流畅的文章。我现在经常会有这种感觉。我也觉得，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自己做过很多事情，你自己经历过创作这个过程之后，你再回过头去看很多的作品，你的感受都会非常不一样。可能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写的妙笔生花的那种文章是写得特别好的，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也一样，在现在这个阶段，你不觉得只有那些妙语连珠的作品是好作品，反而它有可能文字非常的朴实，但是它非常的深入浅出，或者这个东西能给你带来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作品。而且往往这种看似朴实的文字，它背后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修改，还有他自己思想的重塑，才有可能达成这样。就像我当时看我的天才女友，其实你会发现第一部的时候，它的文字是非常平实的。我在看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是，那些文字好像在随着两个小女孩一起成长。在第一部的时候，它是非常平实的一个女孩的视角，到了第二部、第三部，它开始变得复杂，开始变得深入。到了第四部，你会觉得，哇，你看到的文字的感受已然不是之前第一部时的那种感受，你会觉得它好像有自己的血肉和肌理，它在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说他第一部写不出来这样的文字，而是这个是他的策略，他经过了无数的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之后，他决定用这种写法。你跟我的感受一模一样，因为我当时看完的时候，我大力推荐给我身边好多人。然后我有的一个朋友，他看了第一部，他看了几页，他说他不喜欢这样的文字，他觉得太水了，他喜欢那种漂亮的文字。当时我就觉得好可惜，你没有办法遇见。然后过了几年，他跟我说他看完了，他觉得特别好。而且其实我有时候去看那些写得很漂亮的微博，或者那种短语，或者是我们刷到的一些帖子，时间长了，你其实能看到那个写作者他抱着必出金句的决心你还能看到他写出这句话之后他心里面的那种得意感。我并没有觉得不好，我就会觉得好朝气蓬勃的年轻感，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我经常翻阅我以前的朋友圈，我就觉得天哪，太羞耻了，就是这种心情，就是抱着一定要说出一句惊雷一样的话。
对对对，我现在在看我之前的一些东西，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它就像每一个阶段你的记录，对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像李安吧，就是他前面其实拍了一些中国三部曲的那些作品，反响都特别好，大家觉得他的功力就在这里。但他中间不是接了一部绿巨人嘛，就好莱坞的爆米花片，当时其实也有很多人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嘛。但是如果你从一个创作者的思路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不是说他的作品突然不好了，或者他向好莱坞缴械投降，而是他可能有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去学习到的一些经验和东西。未必这个作品就是好的作品，但有可能他通过绿巨人这部片子学习到的一些好莱坞的经验，他怎么跟演员沟通的方式，如何 handle 这种大的制作，有可能可以在他的下一部作品中发挥他的效力。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非常长期的心态。当你是一个观众的时候，像我自己之前，我有可能就会评判他，哎呀，这个不好，为什么要拍这个？然后那个好，你看你拍这种就对了嘛。但人生不是这样子看的，如果没有这个，他有可能拍不出来他下一部那么好的作品。对，因为他想要的部分不一定是那个作品本身。对对，可能是过程本身呢。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创作者他的创作谈，你会发现他和你在外面看他的作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东西，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之前不是会做很多那种人物的专题嘛，就做一些导演专题、演员专题。我最喜欢的那个过程就是去看他们的访谈，我会觉得有好多的可以点醒我的东西。比如说我之前做过一期杨紫琼的那个专题，他当时有一段话我印象好深哦，就是他说他们在拍动作戏的时候，然后你要骑一匹马，如果你落马之后你不再去做这个尝试，你脑海中你就会被这种恐惧占据，你就不敢再骑上那匹马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落马之后马上来，马上骑上那匹马，这样子你达成了这件事情的感觉就会占据你的大脑，而不是那份恐惧，你就可以不再畏惧骑马这件事情。就是这种跌倒了马上起来马上做，这种感觉让我当时觉得哇，真的是一声惊雷在我脑海中炸响了那种感觉。我就发现这种人生的态度其实未必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体现，但是当你去看那个访谈，你就知道他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必然是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和路径，而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好多啊。是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内置了自己的内在系统。对对对，之前你跟我讲过，就是你还想聊一聊你的文学观，我特别好奇这个部分。我印象很深的其实是我们当时老师教到俄罗斯文学，会聊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托尔斯泰嘛，那些都是大部头嘛，要读起来其实很不容易的，你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他每节课他都会跟我们说，我需要你们在这个星期集中的把这个大部头读完。他跟我们说，你现在会很恨我，但是等到你们毕业之后，你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你们一生之中所有的文学积淀了。我后来发现这个话真的很有道理，因为这个老师的课是在大三的时候，但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西方文学嘛，所以我其实大二的时候就去旁听他的课，就跟了一整个学期。所以他要求他那些大三学生去读的时候，我也读了，但是肯定没有全部读完，因为太多了，从荷马时期读到后来俄罗斯文学。到了大三，我就又把之前没有读过的读了，所以相当于我在大学那几年的时间，把西方的很多名著还有中国的很多重要的作品都读了一遍。我后来就发现，原来人毕业之后真的是没有大量的时间再去摄入这些内容了。那个老师真的就完成了我们的原始积累，就在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就是有两个点，一个点是我们讲到包法利夫人的时候，当时我们老师说，大家看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呢？就是你会很厌恶这个女人，还是觉得很同情她？他说可能现在在座的各位并不喜欢包法利夫人，但是你很难说等到大家毕业之后，在座的各位里面会出现多少个包法利夫人。我当时就觉得，哦，原来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是切切实实在我们生命经验之中的，你有可能会变成那个样子。包法利夫人不是福楼拜凭空塑造的，而是你有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你的思想遭遇了一些转变，你有可能就会趋向于包法利夫人的那个路径。所以它让我有了一种意识是，哦，原来包法利夫人就在我们之中，可能就是我们。
对，而且文学的好处就是你不用经历那样的人生，但是你可以推演那样的人生。我之前看到一个人形容，我觉得特别好，他就说有点像是生活的疫苗，你就是打了这个生活的疫苗，你就会知道你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就努力不把自己往深渊处走。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其实就是你到现在你也做了很多年的这些事情，你会有那种觉得很难熬的时刻吗？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坚持不下来了，或者说外界其实没有给你很多正反馈的时间，你是怎么度过的？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正反馈，也没有负反馈，就是没有反馈。我在做杂志的那几年，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的时间，那时候我们就是埋头在做专题，就好像我们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世界的感觉，但是这个世界没有人阅读，没有人骂你，没有人夸你。我就记得我们当时的总监，她叫沈小姐，她入行很早嘛，她就说杂志黄金时期的那几年，每天杂志社都会收到好多信和电话，然后我根本就想象不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真的会有这样梦幻的时刻吗？我在杂志做了将近3年，我几乎没有任何的读者，唯一的读者可能是你的总监，你做好给他看了一下，他看一下，他说 OK。我去效果之后，他那个是一个交互性非常强的一个行业嘛，对，就收到了大量的反馈，我就觉得非常开心。但是你在这样的反馈中，其实是有一些负反馈的，就是会一直在调节。再到后来我在小红书的时候在做，我以前的工作形式就是写字嘛，但是那段时间我主要负责视频和音频。我当时的感受就是我已经好久没写字了。你想想，我其实写字很长时间没有人看，但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我写字并不是想让别人看，而是我的一种本能，就像我要吃米饭吃碳水一样。然后我从小红书离职之后，我就在狂写狂撰稿，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种哇爽了。当时就非常理解马尔克斯之前说的一句话，他讲了过一个故事，他就说他得诺贝尔奖学金之后，没有人敢约他稿，因为觉得他特别贵，他就收购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杂志社，还是收购了一家杂志，约自己写了一个特稿，他说爽了。真的，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写东西的过程有点像一个清空自己的过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感受，我经常会觉得比如说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感官有点过载，我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手机，然后内存都要爆了，我必须把那些东西给它写出来，这样我就可以把一些特别细微的感受稍微删除掉，但是它又有存档，所以我以后再看的时候我又能调取那个东西，不然它如果一直在我身体里面，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要爆炸的皮球。对，然后你写出来就好像那个移到另外一个内存卡里面一样。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时期？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自己写影评也算的话，我觉得蛮多年的耶。但是一开始你在豆瓣上面会有一些你的那种怎么说呢，有点像笔友一样或者豆瓣好友一样的人。有灵对对，有灵，哇，这个词好古早啊。有灵写的时候，你就看他们写的东西，你就觉得哇，他对这个东西的感受好深刻啊！我也就是想把我的想法写出来，其实会有一种激励的作用。到后来在做切片计划之前，我写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公众号，写了有5-6年吧，是在一个新媒体公司，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写，写到我大概研1研2的时候，所以写了蛮久的。但我觉得它就会有一些真假掺杂吧，是观众的反馈还有流量那个东西。因为一开始你写公众号还算是它的黄金期，所以是有很多真实的反馈的。但是到后期其实公众号越来越少人看，你知道行业就会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是大家都会雇佣水军来刷阅读量，甚至评论也是买的。然后那段时间那个公司就让我说，你写一篇文章出来，你不仅要写文章，你还要写自己的评论，我要写几十条评论，然后我再看到那些我写出来的评论，我就觉得好假，而且我觉得我好痛恨这个东西。所以我当时倒不是说没有人看没有人反馈，而是我发现我特别讨厌虚假的东西，难以忍受。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开始做切片这个账号，算是起来的就还挺顺利的，因为你算是经历了很多年的准备吧。你写公众号的时期，你也锻炼了自己的新媒体的敏感度和你文字能力，再包括在那个过程中，你每天都大量的看片，所以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你一个号很快的就做起来的，但其实不是的，它前面其实经历了漫长的一段时间。开始做切片计划是我第一次收到那么多真实的具体的反馈，它有好的有不好的。那个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有一些明星他们不是会说你看100条评论，其实有99条都是好的，但是只要有1条是糟糕的，你就会一直记住那一条吗？我那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感受，我发现其实不是你不看，或者说你看了之后就可以忘掉的，而是它可能会在你吃饭的时候，你洗澡的时候闪现在你的脑海中，因为它太特别了，跟那些好评都不一样，所以你就会记住它。对，甚至可能会演化到你在写一个东西之前，你脑海中就已经有了无数个这样的声音在指责你自己，在知道你写出这句话之后他们会怎么评判你。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吓人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你做的时间越长，你越知道这样的内容会收到什么样的反馈，你在下笔的时候或者你要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越害怕。所以我特别羡慕杨笠，你知道吗？我超级羡慕他是一个经过这样那样的时刻之后，他还是那样说话。因为最开始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是因为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后来他肯定是知道了，但是他还要说，我就感觉到了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所以我特别喜欢他。我经常有时候难受，看到那些负反馈或者觉得自己的精神力量很弱的时候，我就去看看他的东西。其实你自己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你再看很多的同样身处过这种风暴中心的人，我觉得你是有一种敬佩的感觉在的，因为你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你要付出多少的心力和精神力量去让自己不被这些东西摧毁。而且如果他的表达依旧有力度，依旧能够诞生出一些新的东西的话，你要知道他肯定自己在背后经历过无数次这种自我的重建，我觉得非常非常之佩服。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像艾菲，他其实跟我一起做内容嘛，就是我从前2年的时候开始让艾菲跟我一起做内容，之前他可能是个观众的视角，他看到这些，但是这2年他跟我一起做这个事情，他其实也要直面这些评论了。然后我记得他有好几次问我，他说切切，你为什么能在经历这些东西之后，你依旧还有表达的勇气呢？其实我自己也会在想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好像一个是很难不表达，你内心总是有很想表达冲动的，而且尤其是这几年发生了好多事情，我都觉得我好想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它是我自身的财富，然后如果也能触联到另外的一些人，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另外就是我觉得好可惜，如果你因为一些很糟糕的声音你就不表达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对不住自己的行为。你因为别人的想法而这样子的去评判你自己，我觉得本质上是对自己的一种不信任。你好像必须要通过他人的评价去锚定你自己，去确认你自己，你才可以。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是你要先确认了你自己，你展示你自己之后，你当然可以是让大家来判断你、评判你的，但是我并不觉得说别人的评判就构成了真正的你自己。我觉得首先是你要完成一个对自己的确认吧。但我经历这个事情也是因为大概在我刚搬到佛罗伦萨的那段时间，当时我心里其实很害怕，我很害怕我来到意大利之后我会跟国内的大家断轨，我会很难再写出像之前一样的东西，跟大家共情的东西，因为生活状态经历了改变的话，你的创作和表达必然就会有转向。当时我好害怕我们中间的这根线断掉了，所以那段时间我对任何的恶意的，或者说其实只要是负面的评价，都会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那段时间我就找我一个朋友聊天，他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
你为什么要看每一条评论呢？因为我当时几乎每一条评论都看。他说你为什么要看每一条评论呢？我说好像是我想通过大家的评论去看一下我有没有哪些做的不太好，或者说可以改进的地方。他当时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必须要通过别人的评论你才知道你自己做的好不好吗？你自己不知道吗？当时那个问句在我这里，我觉得突然一下子脑袋里面有一个东西炸响了，就是对啊，我在看每一条评论，我寻求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不是我在寻求每一条坏的评论，而是同时我也在寻求每一条好的评论。而我好像那个阶段真的很需要通过别人对你的认可或者怎么样的才能够去认可自己。但我后来就发现，其实这种心态并不是非常健康的。如果你不要去在意那些坏的评论的话，那么其实最好你也不要通过别人的好评去建立你自己。不是说那些东西不重要，而是你不能够通过他人来确认你自身。你在做一个作品之前，你可能自己要先确认好，或者说你自己心里对自己有个认知，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做到了多少，有可能它可以做到90分，但是我在现阶段的判断和策略就是我做到80分就好。那么我把它端出来，我知道可能会有一些没有那么好的评价，但是我也接受。当然并不代表说每一个评价是不重要的，其实是很重要的，但关键就是你不能够完全依赖他人去评判你自己。而且这些评价是你选择把它内化还是不内化的，你自己是有选择权的，并不是说我们要被动的接受所有的评价。我觉得很多评价它会驯化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比如有时候好评多了，你就知道做这样的东西大家会喜欢，你就会沿着那个路走。我现在会经常提醒自己这件事情，我不要被坏的驯化，我也不要被好的驯化，我一定要立在那里，我要说自己真正想讲的话。我记得你是做了3-4年的时候才出镜，就是才不是说光是讲电影。那你刚开始出镜的时候，你会有羞耻感吗？会耶，而且我觉得好像还挺强烈的。包括我直到现在，因为我的创作的模式是这样的，我之前主要是在 B 站会发我的长视频，而长视频比较多是跟影视相关。但是我这2年吧，我会开始发一些我在欧洲生活相关的东西，或者我的一些文化观察，就是你从这种文化的视角你去看待意大利的这个民族，我觉得很多有趣的东西。我这些其实会更多的发在小红书上面。其实我比较诚实的说，我也会有一点不敢放在 B 站，因为我知道一旦放上去就会有很多人说我在水视频，会说你干嘛要这么去展示你就是一个电影博主而已，你专心做你电影的内容不就可以了吗？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电影博主这个身份标签下长出来的人，而是我是一个人，然后我有电影的视角，所以我发了这些电影的内容。但是这2年我有一些新的感受和经历，所以我又想做一些不一样的内容，我是非常丰富和立体的。但是我比较诚实的说，我到现在在小红书上发我自己的内容，我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自恋了。那你自己会有这样的感受吗？就你会害怕展示你自己吗？我会害怕，就是我的羞耻感在于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社交账号的，我一直是以一个网络游客的感觉在游于这个网。某某，对对对，我是去年2025年才有了自己的小红书的。在那之前，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我不想在网络上有账号，是因为我不希望别人有我的把柄。但是我后来又在想，为什么我怕自己有把柄呢？为什么我害怕自己有缺点呢？就是如果我觉得我一定要展现出一个神秘的特别好的形象，对谁有好处呢？听众就会觉得你很神秘，你很好，然后呢对他的生活有什么益处？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很活生生的有缺点有把柄的人，那我是不是可以撕开一个口子，告诉别人你也可以这样？我会觉得这样的时刻对我是有意义的。就比如我录前几期播客，我会非常坦诚的说一些事情，然后有的人就会觉得哇你好拧巴，你怎么会这样想，好矫情之类的。但这样的声音对我来说其实不是很伤害我，因为我更在乎那些因为
听了我的表达，自己获得了一些力量，自己也敢面对自己的缺点的人。我想达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力量的传播。所以我就开小红书的时候，我也想没关系，我要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了。我也许有把柄，也许很多人讨厌我，但是我也希望像我一样有这样缺点的人可以自由的呼吸。而且你真实的时候，你比较坦荡的时候，其实内心里面会更有力量的，就你不是一种心虚的感觉。是的，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想跟你聊的，你有没有过一些时候觉得枯竭了，很累了，一滴都没有了？有啊，像我刚刚不是跟你说我做那期印象很深刻的视频，就是在我当时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的那个状态，在别人看起来你其实向上的，但是你自己知道那个过程里面你受了自己多少的折磨和摧残。我觉得那是一种对自己非常之残忍的行为，就是你为了去做出一个作品，然后不顾你自己的情绪、你的身体，你一定要 push 自己到那种极限去，你才可以做出来一个作品吗？我有一段时间，其实当时我记得是要赶一个作品，然后我那几天就觉得有点呼吸不上来，我连吃饭都吃不下，我就去医院问，然后医生说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他说其实有一个点是可能你太紧张了，而胃是一种情绪器官，你的这种巨大的紧张会造成你有点胃痉挛，你就有点呼吸不上来和吃不上东西。所以我当时才发现说我要把自己 push 到这样一个地步，我才去医院啊，然后才要告知自己停下来嘛。我当时意识到这是对自己很不好的一种行为，而且我觉得我是一切的起点，我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基于我这个人。如果我自己枯竭了，或者我状态很不好，哪怕在当下是能产出东西的，但我都不觉得它是一种长期的系统和长期的正向的循环。所以我当时才会来欧洲嘛，就我很想生活在一个被美、被创造力和被这种有趣的事情包围的一个地方。但是你必须要牺牲一些东西，是在这里生活是很不便利的，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过很多一手的生活，但你的生活不是外包给别人的，而是你自己扎扎实实的去采购、去做饭，然后你自己吃进去了，你又通过散步把它消化掉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感受，是我突然发现我在踏踏实实的生活了。但我并不觉得一定是你要通过换一个环境或者出国才能达成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有意识的自己踏实生活的这种理念嘛。但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我的水库里面又充满水了，我的生活的水库，就你会觉得自己像一块海绵啊。有的时候你挤不出水了，其实不是说你不是一块海绵，你不是一块好海绵，而是你的生活的水库里面没有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怀疑你自己，而是去给你的生活库里面重新的蓄水。你要相信生活和创作之间的连接是很强的，如果你给它蓄满了水之后，你会有一些涌动出来的新的东西的。而且吸水的过程你可能显得很静默，看上去没在成长，它其实是在成长的。我其实跟你差不多，但是我没有去那个意大利嘛，我是来长沙。我那一段时间在上海，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一个空气墙一样，它决定了我每一天要干嘛。我早上这个时间点去逛公园，这个时间点在这个襄阳北路上走过，就感觉好像没有办法踏出我那个路线之外，生活的半径之外。对，然后我就说我要去长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刚来长沙的时候是冬天，我们去那个公园逛的时候，那个公园里面是没有花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枯枝。但是我在小红书上是看到它开花的样子，是粉红色的一大片，超级超级美。我就想等到春天或者夏天的时候，我就要跟这些超级美的花去合个照。春天的时候过去了，它全是绿的，夏天过去了又是绿的，根本就没有开花的迹象。秋天的时候还是没开，到了冬天还是没开，我当时都有点绝望了，我就觉得它到底是不是不会开花。然后最近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它开花了，我才发现原来那是梅花，那是冬天开的花。因为我去年是2月来的时候，是它刚刚开败，所以我才看到了一些它绽放的照片，但是我就想当然的以为它是春天或者夏天的花。等我等了一个四季的时候，
我意识到就有些花它可能绽放的时节是不一样的，如果我老觉得什么花都在春天和夏天绽放，其实是一种很老旧的思维。通过这一点小发现，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又充满了一个新的认知，我又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我很同意，就是在观察那过程中，你会发现特别多有意思的事情。就像植物啊，其实你说它在扎根的时候，它没有长出花的时候，那个不是生长吗？它其实也在默默的扎根生长，只是它还没有呈现出结果，但都是它生命的一个过程。但我觉得好像我们经常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产出任何的东西，或者做的没有别人好，我们就叫做没有生命力。真的不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节，有自己的生命力和它绽放的那个过程，所以真的是向内求，而不是横向对比的。是的，今天也聊了非常多的创作的故事。我们想讲的就是创作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是你做一道菜，然后用某一个路线逛街，和朋友聊天，都是创作。别人可能不知道你偷偷的在创作，但是我觉得这些其实不耽误它本身的美好，就是创作本身就是美好的。要知道惊蛰没打雷之前，万物其实也在孕育春天。